我们都知道 YouTube 不仅是一个娱乐平台，更是许多人的事业起点。许多创作者从无到有，打造出100万订阅的频道。但当频道不只是一个兴趣，而是能够带来庞大的收益企业，一切都变得复杂了。最近，台湾 YouTube 界发生了一起震撼事件。重量级 Crop 频道的创办人之一 Andy 老师公开指控前女友张嘉宁及其家人夺走了他共同建立的频道，导致他一无所有。这个事件让人不禁思考，当感情与事业交织，没有白纸黑字的契约保障，最终的结局会是什么呢？今天就要透过这个案例来聊聊创业伙伴股权纠纷，并教你如何避免落入类似的陷阱。先跟新朋友自我介绍，嗨，我是丹妮，欢迎来到和康本利在，这个为你的人生升级和财务升级量身打造的频道。重点是，如果你想知道未来还有哪些好康，甚至直接整理好通知给你，那么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因为你可以预期我后续会给你更多有用的资讯。如果你害怕自己听完以后没有行动力，你可以为这支影片点赞，这样影片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让你随时跟着来做。你是否曾经有这样的想法呢？跟熟悉的人一起创业比较好，因为有信任感。但现实告诉了我们，99%的企业股权纠纷都是发生在亲密伙伴之间。当初 Andy 老师和张嘉玲是情侣，两人携手建立了重量级 Crop 频道，最终拥有200万以上的订阅者。但问题来了，他们当初有谈好频道的股权归属吗？结果关系破裂时 ，Andy 老师才发现，自己没有公司财务的掌控权。这10年来，我都没办法看公司的账目，一直以来我都保持着信任的态度。说实在的，1个月5万5的薪水，我要缴房租、生活开销，其实都非常吃紧。更不用说要给孝亲费了。所以我爸妈也一直问我，你做 YouTuber 那么久，这些年来的收入应该可以自己买一间房子或买一辆车子了吧？所以呢，2020年开始，我就多次口头询问张妈妈说，我要看账目。我也委托过嘉宁去跟张妈妈好好谈，但每一次都没有结果。2、没有 YouTube 频道的管理权限。重量级频道永远属于我和你的，请您不要担心。但是在我发送这个讯息之后，我就再也登不进去重量级的账号了。3、商标竟然是登记在对方母亲名下。我持续追查商标的部分，我更发现了重量级频道是我在2016所创立的，但是在2020年4月1号，张妈妈也就是曾淑慧就以个人名义向经济部智慧财产局申请重量级这3个字的商标注册，注册种类包含了35类广告宣传及线上贩售商品等等，41类表演相关类型，38类电信与电视、网络电台、广播等等。他把重量级有可能涉及的业务范围几乎全部都申请了。如果他以负责人的心态帮忙注册商标，应该是用群海娱乐股份有限公司来申请吧，或是用我或嘉宁的名字吧，怎么会是用他个人名义申请呢？这些问题最终导致了 Andy 老师的一无所有。所以创业时一定要有这3大核心规则： 1、白纸黑字的股权协议，即便是夫妻、亲兄弟或股权比例都要清楚订定。2、财务透明与查账权，合伙人都应该有权查阅财务报表，避免财务不清的问题。3、品牌与商标归属，所有品牌资产应该归公司所有，而不是登记在个人名下。在这场事件中，安迪老师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频道究竟是谁的？一般来说 ，YouTube 频道的拥有权取决于 Google 账户的控制权，但如果频道是以公司名义经营，那么最终的决策权就掌握在公司法人手中。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确保频道的所有权不会被夺走呢？解决方案是：一、确保自己有主要 Google 的账户控制权；二、建立正式的合伙协议，注明频道归属；三、在公司内部设定管理权限，避免单方控制，这样做才能避免辛苦建立的品牌一夕之间变成别人的资产。Andy 老师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重量级 Crown 这个品牌的商标居然被登记在张嘉宁母亲名下，这是一个典型的商标被抢先注册的案例。在商业的世界，品牌就是资产，如果你没有主动申请商标，那么任何人都可以抢先注册，甚至包括你的伙伴、员工，甚至竞争对手。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呢？第一，商标应该以公司名义注册，而不是以个人。二，避免借名登记，所有权归公司所有。三，定期检查商标，确保不被他人申请。这不仅是 YouTuber 的问题，任何创业者都应该重视品牌的法律保护。最后，我们要谈的是人性。创业初期，大家都是好朋友，但当钱变多了，利益冲突出现了，人性就开始改变。如何防止创业伙伴反目呢？一、订定清楚的退出机制，如果合作破裂，股权如何处理？二、公司治理的制度化，让公司不因为个人情感而是有明确的规则。三、慎选合伙人，创业不是谈恋爱，选伙伴要比选配偶还要更慎重。今天这个分享，我们学到了什么呢？一、创业伙伴可能成为最大的敌人，股权协议要写清楚。二、YouTube 频道的拥有权决定于 Google 账户与公司治理。三、品牌与商标应该要提前注册，避免被夺走。四、创业要考虑人性，而不是单纯的相信关系。最后，我想问大家，如果你是 Andy 老师，这一切该怎么收场？这个问题留给你们思考。我会继续分享让你的人生升级和财务升级的免费秘诀。如果你不想错过，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并订阅的你，一起达到财富自由。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给我，只要你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一两句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点，我就心满意足了。我是丹妮，感谢收看和康伯利哉，我们留言区见，我们不见不散，拜。